不管怎么说，日本有3件事你必须得服啊，偷窥、自拍还有色，把这些揉到一起，就诞生了一部神作。2019年上映的《我在你床下》。男人穿上纸尿裤钻进了女神家的床底，男人愈发沉迷，每天晚上都享受着来自女神的压迫感。不仅如此啊，他还在女神经常使用的打火机内安装了窃听器，这样在他不方便待在床底的时候，一样能够时刻监听女神的动向。他会趁女神出门遛娃时偷偷进入她家，给监听器及时换电池，还会贪婪地嗅着女神的枕头，甚至躺在女神睡觉的位置，感受女神身上的百合香味。之后更是为了方便接近女神，男人直接在她家对面开了一个水族馆，而且在2楼房内的墙上还将女神像贴满了整面墙。除了每天瞻仰之外，他还买了一个望远镜，每天观察女神的生活。可以说方圆10里啊，没有人比他更了解女神的生活了。可尽管男人知道女神已经结婚，还有个刚出生没多久的宝宝，但依旧没能阻止男人对女神的痴迷。然而就在这天，男人看到女神的丈夫回家了，女神做了一桌饭菜，谁知刚吃了没2口，丈夫一杯酒泼在了女神脸上，紧接着就是一顿打呀。看到这一幕，一开始还很心酸的他，此刻变成了心疼。没想到啊，女神居然嫁给了一个家暴男。第2天，男人来到女神家门外查看情况，他看着女神送丈夫上班，两人一副和气的样子。就在男人以为昨晚看到的一切都是自己的幻觉时，结果这时女神转过头来，眼角带着触目的伤痕。昨天不是幻觉，而是女神每天都在遭受虐待。自从得知女神生活的不好之后，男人每个月的32号都会给女神送一束花，上面写着同一句祝福语。可他不知道，如果女神收下花，肯定又会遭到丈夫的报答，因此女神只是将卡片留下，把花扔了。可就在男人以为自己将会这样偷窥女神一直到永远时，没想到这天女神带着孩子光顾了他的水族馆，并且看中了男人最喜欢的孔雀鱼。男人有些激动，但更多的是不知所措呀。可面对女神的靠近，男人始终是没能忍住，他提出将鱼和鱼膏送到女神家。男人之前都是偷偷溜进来，这一次还是光明正大的进入房子。女神感谢男人的送货上门，特意拿了一些礼物送给他当做答谢礼。从那以后，男人开始频繁偷窥女神，当然了，期间也避免不了看到女神被家暴的场面。每到这时候，男人就咬紧牙关，他很想要冲出去打死家暴男，救女神于水火之中，但骨子里的懦弱却时刻禁锢着他。就这样，胆小冲动纠结偷窥一时间充斥着男人的全部生活。但在这种复杂情绪的生活下，男人依旧能够享受其中。这一天，他心心念念的女神再次光顾水族馆，说是要买点鱼饲料。女神笑意盈盈的样子，完全看不出是个时常被家暴的妻子。这一次，男人给女神冲了一杯他最喜欢的咖啡，看着女神喝到咖啡高兴的样子，男人一瞬间似乎看到了在大学时第一次见到女神的样子。等女神走后，他贪婪的拿起杯子，感受女神的气味。然而就在男人肆无忌惮的继续他的偷窥时，殊不知一件事情的发生让男人起了杀意。他得不到女神，干脆就直接藏人床底下。本来只是想离女神近一点，结果人家丈夫回来了，不过上来就对他的女神一顿薅拖拉拽啊！因为女人的丈夫发现有男人送花给他，于是就怀疑妻子出轨了，并不断的质问妻子。此时被打的妻子也确实不知道花是谁送的呀，但妻子越说自己不知道，丈夫就越生气，拽住妻子的头发就拖进了浴室，紧接着就将妻子的脑袋死死摁进水里。丈夫用极端的方式告诉妻子：我可以打你，但你不可以出轨。弱势的妻子只能不断用求饶的方式保住自己的性命。然而此时陷入癫狂的丈夫还不知道，他的暴行已经被藏在床底匿名送花的男人尽收眼底。深夜，丈夫熟睡过去，妻子被他丢在浴缸内自生自灭，而担心女神的偷窥男悄无声息地将女神放在地毯上，然后离开了。第2天，女神醒来，看着身上的毯子，她似乎还能感受到昨晚有人在她身上留下的温度，但女神并没有显得惊讶，因为她早就察觉有人在偷窥她，甚至经常潜入她的家中。起初，女神只是每个月的32号会收到一束写着匿名卡片的花，虽然她害怕丈夫家暴，一束都没留下过，但在女神昏暗绝望的生活里，那一束束花就像是刺穿黑暗的一束光，给她的生活带来了一丝希望。不仅如此，女神在厨房做家务时，卧室内原本哭闹不停的孩子突然咯咯咯的笑了起来，就像有人在逗她一样。女神感觉自己被偷窥了，但不知为何她没有恐慌，反而觉得这种偷窥很有安全感。这一天，承受不住家暴的她对着无人的房间说出了心里话。或许这一刻女神是希望怜悯的神能够将她带出深渊，可女神不知道偷窥她的只不过是一个胆小懦弱的透明男人。而男人能透明到什么程度呢？小时候男人被父亲遗忘在车内，差点被憋死时只能按喇叭自救，甚至在毕业时全班同学在拍毕业照，却单单遗忘他。直到上大学，一直身为边缘人物的他再一次被老师提问问题时得到了善良的女神帮助。这时男人第一次在同学口中听到了自己的名字，自此女神就成了男人幸福生活的全部希望。可他没想到啊，几年的失联，女神竟然从
从一个明媚的女孩被家暴丈夫虐待成了毫无生机的保姆。从监听器中听着女神的请求，男人暗下决定不再当胆小鬼了，他要当一回英雄，拯救女神于水火之中。很快，男人买了一个电击棒，准备再去女神家偷窥，给家暴丈夫一个致命打击。他准备正面硬刚。这男人明明是个人，却干这畜生的事儿。岳父病危，妻子只是说要回娘家，他却叫唤着：せやな。お前が行こうと行く前とどうせ死ぬんだろ。可没想到，丈夫不仅口出狂言，甚至还大打出手。只见他猛地将叉子插在了女人的手背上，锥心刺骨的疼痛令女人尖叫起来。下一秒，女人就被丈夫甩飞在地。紧接着，丈夫几巴掌下去，将女人打得遍体鳞伤，甚至还掉了一颗牙齿。然而，此刻纠缠的两人都没有注意到，窗帘后站着一个偷窥男人。男人看着心爱的女神被打得这等凄惨，手拿电击棒的他对着家暴男的后背狠狠地刺去。可最终，胆小懦弱的他愣是没敢下起手，只能躲在窗帘后，眼睁睁地看着女神被虐待。回到家，男人跪在女神的照片前不断忏悔，并痛恨自己的懦弱。男人甚至自责道用电击棒将自己电晕了。好家伙呀，这可真是个只对自己狠的狠人呐！第二天，男人继续他的偷窥行为，结果他发现女神带着孩子慌张地开车走了。从监听器中，男人听出女神要离开丈夫，再也不回来了。此刻，男人的自责达到了顶峰，他疯狂地打砸着家里的一切，只因为痛恨自己的不作为，让他再一次失去了女神。可男人不知道的是，女神带着孩子暂住在一家宾馆，无意间发现了打火机内的监听器。早有预料的女神试探性地对着监听器说了句话，谁知她话音刚落，家暴丈夫就找来了。他将女神带回家，进行了更加残忍的虐待。而这一次，不再期待神的降临的女神拿起菜刀防卫，谁知丈夫已经癫狂到一种状态，竟然握住了刀刃。这一幕吓坏了女神，丈夫见状一把把她推倒在地，紧接着举起刀就要朝女神刺下去。危急关头，丈夫竟然如遭电击，瞬间昏死过去。女神定睛一看，居然是旁边水族馆的老板，而她也瞬间意识到一直是男人在偷窥自己。然而还没等两人说什么呢，丈夫动了下身体，似乎要醒了。再也不愿承受家暴的女神掐住了丈夫的脖子，可这时男人却将女神的手拿开，自己伸手掐死了家暴丈夫。这一刻，男人藏在不可见人处的真心全部展现在了女神面前。最终，不愿女神脏手的男人主动去了警局自首，并将自己从搬家到偷窥的事情全部交代了。与此同时，女神来到了男人家中，看着墙壁上自己的照片，还有大学时期两人和同学的合照。直到此时，女神才想起来，曾在大学时两人去喝过一次咖啡，只是后来女神渐渐淡忘了男人。可是女神不知道的是，她的出现曾给男人透明无聊的生活增添了一抹无比重要的光亮。虽然中途两人断联了几年，可当男人得知女神的现住地址时，来自内心深处的自我救赎迫使他做出了一些违法的偷窥行为。但只有男人知道，他不后悔今天所做的决定。最终，着急的女神跑去警局，大声喊出了男人的名字。此刻，男人眼中溢出的光彩是无比的庆幸。他庆幸女神没有忘记自己的名字，他庆幸自己灰暗无波的几十年人生里还能如此的救赎一个人呐。影片到此结束。我在你床下是2019年上映的日本电影。起初阿松哥看电影名以为是个惊悚恐怖片结果没想到这剧还真有点意思。但不知道怎么说吧，你看完之后心里不得劲只能说男主的经历不由得让阿松哥感慨人呐，果然是被遗忘的时候才是最绝望的。Goodbye everyone。